这些是刚摘的茉莉花吗？刚摘上来的，刚摘上来的。因为刚才下雨嘛。哦，那为什么不拿回家晾呢？本来是拿回家脱水的，然后我们家如果太远了就不想回去了。然后刚好我们家可能应该不知道来电了没有，停电了几天了。停电停水了，都摘了。我们这是2天退了。我们都出不了门这几天了。只是那水没过这里来，然后我们不敢出来。今天第1天摘花了，停那么久了。现在退了水了就好了，人没事就好。对啊，人没事。我们停水停电，我们都是接那个下雨水啊，下雨水从那个华顶流下来的那个水接着冲凉的这几天了。今天晚上应该也有水了。它来电了就有水了。不是拿去卖啊。是卖到哪里？有人专门收购的。那个大市场啊。我们的茉莉花市场啊，3点钟之后、3点半之后都有人收了。待会儿你就拿去卖了是吧？对啊。这个能卖多少钱一斤啊？今天好像30哦。30啊？20多30哦。今天是最贵的，今年了。因为好多那个被淹了。对啊。很多人捐物资了，我们昨天也来做志愿者了，小孩子他们也来。现在里面物资可太多了，4、5个仓库堆满了全国各地的这些。中国人他有那个人，但是马岭那边人手比较缺一点。这里很多志愿者，但是昨天我们来了，很多人看到太多人了，好像很多人就回去了。因为我分配不了工作给他们。明白。然后在马岭那边的话又缺人，现在那些人都在。是不是都在那个感动，感觉到中国人很有爱心的，很团结啊，是吧？我也觉得挺感动的，那些老板啊、网红啊那些都捐了，我也看到了，那个挺感动的，太有爱心了，中国人呢，有团结是吧？那边还有一点。你看连日的大雨，终于等来了一天雨过天晴啊！好漂亮啊，这个地方。有点像云南哎，我今年在南宁住1个月、2个月的这里离南宁很近了，我都不知道来这个中国茉莉花之乡看一看啊。如果不是这一次灾情的话，我可能也没有缘分来到这个地方。在坐车来杭州的路上，我看到路边有牌子写着中国茉莉花之乡，也有世界茉莉花都。后来一名村民告诉我，这里很多人的经济来源就是来自于种植茉莉花，没有其他的一个收入来源了。那么据说全世界每10朵茉莉花就有6朵来自这里，全国80%以上的茉莉花茶也诞生于这座城市。杭州不仅是中国的茉莉花之乡，也是全国最重要的茉莉花跟茉莉花茶产区之一。对于许多茶企跟茶饮品牌来说，杭州不仅是重要的原料产地，更承载着无数花农1年的生计。洪水发生后，我也注意到第一时间伸出援手的不少正是与杭州长期合作的茶叶企业和茶饮品牌，有的企业捐赠1000万用于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整个茉莉花产业应该是挺大的，整个链条都比较完善成熟了。这边你看好多庄稼地都不种这个粮食作物了，就种这个经济作物啊。看远处那个大楼上写着张一元中国茉莉花茶标准化产业园啊，还有各种大企业在这里投资建厂，比如说农夫山泉啊。那下雨的话对茉莉花有影响吗？小啊，不漂亮啊，也不好啊。一天能采多少斤的这个茉莉花？都没有了，现在多雨多啊。下雨多了就没了。施肥哈。有3亩多吧。3亩多。是啊。意思说我们来的没有种水稻啦，这些都是旱地。以前听他们说有水出来的，应该也是有种田的吧？不知道，我不懂。里面人采几次啊？从5月份就开始采呗，采了11月份呗。采6个月。30块钱，今年才第1次吧。因为水灾了之后就没有啦，就剩下这些旱地有一点花，那些水地都一般被水淹了都没有。今年也经常都是10块钱吧。3斤左右这样子吧。没有花了，人家才收那么贵，有花了怎么可能？那因为那些人都被水淹啦，没有花渣啦。平均也有1亩地应该也有，就算最差也有20-30斤吧。一天摘了20-30斤，你还嫌少？采6个月，每天大概20-30斤。我们这里都没有种了。
可是我们种花也被全部被淹了，被淹啦。小孩不听话，就是这样。都不种水稻了，全是种茉莉花。每年从5月份能采到11月份，大概半年180天的时间，每天的这个采摘量大概20斤到30斤。你带我来看。在这个田野里面、花田里面走一走，还挺治愈的。就是有一些农药的气味，没太闻到这个茉莉花的香味儿。来的不是时候吧？早上来可能就芳香四溢了。但是好看是真好看。今天的这个天气啊、晚霞呀、云彩呀，都特别给力。花田里有一个一个这种卡通的亭子啊，供这些村民躲雨吧。玉米宝宝，茉莉花、茉莉集萃园，把自己的仓库腾挪出来，让存放这些救灾物资啊。里面是堆积如山的救灾物资，全部堆满了各种的医用棉签、退热铁、帐篷、高钙奶、黄老鸡。这边是毯子、棉被。攻下来了，先吃饭啊！刚才是一个仓库啊，这边是另一个仓库，注意防潮，救灾专用。这是第3个仓库，八宝粥、大米。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灾后的这种众志成城的场景，其实还挺感动的。说真的，就是全国的爱心都汇聚到这里来了。在这场洪灾中，除了来自各地的物资援助，还有许多比如眼前这样默默付出的志愿者。在来衡州市的车上，司机告诉我，有一些志愿者连续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搬运爱心捐赠的物资。这又是另外一车的纸巾啊、大米啊。真的，朋友们，你来到这个地方，就是你有时候鼻子真的会一酸啊，就感觉热，眼睛里热热的。广西加油，共度难关。这又是又一车，还有挂面啊，还有盐。到处都在卸货，你看这个一车一车的捐赠的物资，在志愿者的一个搬运下，然后集中到这一个大仓库里。勿以善小而不为啊，一点小小的善意。广西加油，北海临解海，草原一生平安。在那个茉莉花园那里，有一辆车刚好回衡州的，所以呢，我就坐他的顺风车回到了衡州市。这也是我第一次来到衡州市啊，以前应该叫衡县吧。这里是花市场夜市，市场都是以花命名的，在这里走一走吧。傍晚的衡州市没有大城市的喧嚣，这里离最近这些天全国都聚焦的半里缺口的六南水库仅有约32公里的车程，
街道上的人们慢慢散步，路边的小店亮起灯光，这里似乎已经从这一场洪灾中恢复到往日的生活节奏。衡州是位于广西南宁东部，距离南宁市区约100公里。这座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城市，曾经叫做衡县，直到2021年正式撤县设市，恢复了沿用千年的衡州之名。如果说其他地方的人认识衡州，大概是因为这里被称为是中国茉莉之乡、世界茉莉花都，而我是例外。当地叫黄皮，我家也种有，特别甜。百香果4元500克。万家灯火，来到可能是衡州市最漂亮的一个公园吧，一个湖泊。逛逛衡州市，逛逛中国茉莉花之乡，看看。我刚才听到一名这个路过的这个居民说啊，我现在没空，我现在这几天忙着救灾，过几天再联系你。调节多烟，因为这边有那水库，它放水这么出来啊。这个地方就是我只想到是4个字安居乐业，很休闲的氛围。这个湖边看一下，晚霞，万家灯火，华灯初上，多漂亮的地方啊！傍晚的衡州市依旧平静，公园里孩子们追逐嬉戏，笑声不时传来。大爷们散步聊天，享受着一天里最放松的时光，眼前的一切都显得平静而寻常。很难想象，距离这里仅仅32公里之外，另一个世界却有截然不同的景象。一场洪水让一些人的生活照常继续，也让另一些人的生活不得不重新开始。32公里不算遥远，但有时候人与人的际遇却可以相隔得像2个世界。这户人家在这个泄洪坝的边上的这个山腰上啊，因为这个地势比较高啊，所以这户人家可以说是安然无恙的，似乎是从那户人家走出来，再往上一点就到水库了。这个水库的这个泄洪，这些边上的人家都不受影响。你好，你是正龙出来的吗？走路出来的。走路出来，去那边路一通啊。走了多久走出来的？今天早上就走了6点钟。6点钟走到现在。就在他们拿那个摩托车在那边让我们过来的。这走了沿街这边通了，那边没有通。大桥那里通了，只是那边通不了，那边全部垮下去了。垮下去了。我们在那边做工啊，在活跃那边。活跃做工。田野里面做工。在里面那大水全部冲跑了。我们在那城委会那里，下面安了，上面没有安。我们那个车都全部还在里面。一场洪水带走了庄稼和房子，但一路上我听人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大概就是人没事就好。从紧挨六兰水库坝体决口的独田村到镇龙乡，平时不过20公里左右的山路，开车不到1个小时。可洪水过后，这段道路被洪水、塌方和泥石流阻断，多处路段无法通行。灾情最严重时，镇龙乡一度断网、断电、断路，与外界彻底失去联系。2名村干部徒步5个多小时出村后，才成功向外发出求援的信息。道路中断，车辆进不去，救援也变得非常的困难。一批又一批的志愿者跟救援人员只能肩背手提，把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物资一趟又一趟地背进山里。他们踩着泥泞和碎石，在原有山体滑坡风险的山路上徒步前行，只希望受困的村民能早一点拿到急需的物资。
原本不到1个小时的车程，在灾后却变成了4个、5个小时的徒步。他们现在所有里面的路都不通，没有水，没有电，然后没有信号，徒步进去，走的困难，不说背东西。我们8个人背了应该有100多斤的物资吧，轮流背，你背这个完，背那个太重。今天下午3点钟走到现在了，我们拿了几袋物资，哥哥在山顶上刚好有一个信号报平安，自己去买了大机。我们看一下这个泄洪道两边的这个大坝啊。你看那个水都漫过这个泄洪道的这个坝墙了啊！这条路就是镇龙乡的这个生命线啊，源源不断的救援的物资就从这些泥泞的路，然后20-30公里的这个山沟沟的已经垮掉的这个路，要么靠人背进去，要么就是靠这越野摩托车运进去，就走到这个泄洪大桥上来了。这个泄洪坝呢是有5个夹口，你看都挂了好多竹子啊，那个泄洪口那里。啊，这一幕太超现实了吧！这一幕，这些脱险的狗。死里逃生的狗，还有这些破烂不堪的铁皮，哇，这太难走！我的这个鞋陷到这个泥巴里面了，我的天！蓝天救援，看一下这个水库，基本上已经流得干枯了。六兰水库饮用水源1级保护区，过去的话像那种旅游景区一样的那种湖光山色了。那个鞋太难走了。这个是泄洪的大坝，大概有100米宽吧。下面就沃田千里，没有了。广西主要是这个丘陵多，平地少，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水库下游都住人的原因。上期影片播出后，有不少的一些观众留言，为什么村落离这个泄洪口那么近，并希望村民以后不要再住在水库下游，而是搬迁到更安全的地方。这样的想法可以理解，但是真正的重建方案可能并没有那么简单。我查了一些我国灾后重建的一般做法通常是相关部门会首先对坝体安全、洪水风险、地质条件等进行全面的评估，再结合群众的意愿、生产生活条件的因素，研究确定是在原址修复重建，还是异地安置、整村搬迁。对于许多村民来说，家不仅是一栋房子，更是一代又一代人生活的地方。在如何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帮助他们重新开始，也许比简单的留下或者离开更值得认真思考。里面让我想到那4个字叫摧枯拉朽啊，那个湖底上全是那些枯木啊，长流的枯木，边上的是桉树。六兰水库是南宁衡州市最大的一个中型水库，根据公开资料，它的总库容有9319万立方米，什么概念呢？相当于6个杭州西湖的蓄水量。那么这一轮极端降雨形成的入库水量，几乎相当于在1天之内把整整一座六兰水库重新灌满。所以当坝体出现缺口后，释放出的不只是洪水，更是一座中型水库蓄积的巨大势能。几十米高的落差，让洪水如同一列没有刹车的高速列车，裹挟着泥沙、树木和巨石一路奔涌，最终冲向下游的村庄。我看过过去人们拍的航拍视频啊，六兰水库还挺秀美的，今天裸露出大自然威力的一面。
这个是去镇龙乡方向的，但是那个大客车了，6袋大米。现在至少摩托车是肯定能去到镇龙乡了。水库大，水库大，上面3个乡近10几万人吗？差不多20万亩吗？这个水库这个呢，现在这个。哦，就灌溉大概20万亩的农田。灌溉，人口10几8万个。3个乡镇啊。3个乡镇：孝乙镇、云表镇、马岭镇啊，3个镇都是靠这个灌溉的。主要是这个其他的横洲类都有。中间那里崩下去，中间呢，我以为是在旁边。这是广西南宁下辖衡州市最大的中型水库六兰水库，这是泄洪槽坝体决口。这些天看了一些主流媒体在报道六兰水库时都会引用的一段信息。这座水库始建于1958年，是一座军制土石坝。当年受施工条件限制，没有大型机械设备，主要依靠人工肩挑手扛填筑而成。与钢筋混凝土大坝不同，土石坝的坝体主要是粘土、砂石等材料填筑，引水坡通常有护坡，而背水坡一般没有整块钢筋混凝土覆盖。一旦洪水从坝顶漫过，高速水流便会持续冲刷背水坡，泥土不断被带走，逐渐形成冲沟，引发局部塌陷。坝体内部被不断的掏空，最终可能形成坝体缺口。这也是世界各地土石坝发生溃口事故时最常见的破坏模式。据公开报道，六兰水库东坝头及临近电站的一段坝体先后发生局部垮塌，形成约50米长的缺口，大量洪水由此快速下泄，对下游多个村庄造成影响。在六兰水库坝体决口前，我们能看到它已经发生了漫顶现象。我们来看漫顶是如何毁掉一座土石坝的。我看好多的志愿者就是徒步，可能20多公里去到镇龙乡。出来打个电话报一下平安了。你们家也是刚出来的啊？是啊，我们刚出来啊。困了，自从开始下大雨就开始挨困了。镇龙坐摩托车出来的一些乡民啊。那个泥在后面滑坡下来，那个泥在1楼那个窗进去了。像这个泄洪大坝的边上的这几户啊，大概有6、7户吧，可以说是几乎没受影响。又下雨了，这个停一会儿下一会儿，停一会儿下一会儿，连续下了那么多天了还在下。好在说这个雨好像没那么大。这个大概就是这个水库灌溉的一个水区吧。这些救援的人哈，非常的飒爽，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特别慷慨勇敢。路边的芒果。你看，过去是这种沥青路的，现在是冲垮掉了，再加上雨淋水淹的，就成了这种泥泞路。你看这沥青路都碎了一片，那沥青路的沥青现在被这个泥巴淹住了。本来它是一个平缓的沥青上坡的，逃过一劫的茉莉花，你看离得靠得近的都被水冲走了，离这个泄洪大坝远一点的还生还下来了。这些电线啊都被埋到泥土里面去了，有一些。好多人都说啊，幸好这个大坝决堤是在白天，早上8点多吧，
很多人都就是有一种劫后余生的说，幸好不是晚上，如果晚上这个缺口的话，那个伤亡会更严重。一盒一盒的盒饭，现在中午了，我有点饿。哎，这些被连根拔起的，哇，这里车开进来可太难了。被连根拔起的这些钢筋混凝土，好，陷进去了，这脚拔不出来，好多电线啊，我都怕触电。今天最大的失误是怎么就穿了这双鞋呢？刚才这个小脚腿陷进去了，我感觉我挣扎了好久才拔出来。下面好像是很多碎石跟那个钢筋，幸好不是钢筋把我给捆住了。然后拔了大概30秒才拔出来，然后看着旁边的电线，心里非常忐忑。你看这个里面是发电机啊，一个房屋被吹走了，这被洪水冲走了，只剩下一个马桶，坐蹲的马桶的一个鸡蛋挂面。这是什么药呀？我觉得我的手没抓啊。鸡蛋挂面，纸巾。你肯沒有跟咯？船快一点，快下大雨了！人群中有人不断的呼喊。下雨了，刚船了2分钟，被雨打断了，冲垮了这个堤坝，这个缺口都是这种石头质地的。雨停了，然后又继续。开工了！现在是走到这个泄洪坝上来了。没有多少了，最后一点点，没有多少了。翻完了就可以撤退了。哦，出了1个小时。然后后面我们就把总共结束。谢谢。这个坍塌的程度太严峻了，又下雨了。中国消防广西南宁，这个是独田村的文体中心啊，村中心了。一个篮球场，水库移民资金扶持项目。救生衣啊！上船之前你就要穿。孝义镇六兰村伪卫生室。独田办公楼，这个地方就是离那个缺口大坝缺口最近的一些地方。这里村的一个运动器械的一个小广场，这是一个村里面的这个庙宇吧，满目疮痍啊，洪水过境。
这个村里面的这个铺装路啊，全部垮掉了。看，这个是村里面的经销店。不断的有这个无人机的声音在上空飞过。从独田村走去六兰水库坝体缺口的位置时，我遇到一个熟悉的面孔。谢谢你们帮助我们。阿里木江哈利克7月7日，阿里木大哥刷到广西洪涝灾害的视频后，就坐不住了，独自启程出发广西。什么都没带，我就带现金，带了一点馕，我自己吃的。身上带着10万块钱的他，想着时机点给到这些受灾群众一些关爱。他说：“民事团结呢，用实际行动来维护。”我问他为什么带着10万块钱现金过来给受灾群众，他说：“我把这个10万元用到刀刃上，用在灾民身上也是比较实在。”下一步计划，他就想把新疆的手抓饭做给受灾群众吃。这么多年，阿里木大哥一直走在行善路上。真正的慈善从不需要声势浩大，而是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把温暖实实在在的送到群众身边。这就是离那个缺口的大坝最近的几栋楼房，因为它修的还挺高的哈，它这个地基，所以你看2楼、3楼不受影响啊，空调都没有被泡过的痕迹。看见洗盆子的一些村里的妇女，1楼被淹了，但是2楼没事。冰箱最严重就是这个地方了。什么电器啊、家具啊，全部被冲出来了，到处横七竖八的。你看这个房屋的墙壁也被吹垮，倒在地上。一些老房子被吹塌了，新房子好像没事。冰箱、柜子、衣服，哦。有一股那个消毒的气味扑面而来，你看这户人家建好了新的楼房，都没有来得及贴那个瓷砖啊，就人气楼空了，是不是？电线杆也倒了，钢筋都给压弯了。哇，看着这些楼房啊，真的想象当时那洪水太可怕了。哦，这就那个大坝缺口啊，下雨了，差点忘了我是带了伞来了。平时为了减轻包的重量，我都不带伞的。哇，这个大坝缺了那么大一口。这栋楼房，你看这堆积的枯木，有桉树啊，有一些竹子啊，有那个松树啊。这里面可能本来还是有房子的，都已经是以为平地了。我刚才航拍的时候没觉得这个缺口有很大，但是现在近看的话，这个缺口也太大了吧！
天啊，太吓人了！哇，这些楼房还残余一些这个墙砖啊！你像里面的连什么都不剩了，以为平地了，这些老房子。上面是湖塘啊，湖塘晒过啊。它那不是必有护肤的，然后有福气了哦。不知道过做不做，不知道咯。哦，这些有的烂掉下来了，从上面的那种烂掉下来了。有的没跟烂掉哎，不知道安排在哪里。不知道，现在还在研讨怎么安置这些灾民，没那么快，它需要一个时间的。有啊过日吗？半个月过去没有？不知道。我说放心吧，人还在就好，国家呢会妥善安置咱们灾民的。他就一直问我多久，其实这些话只是我随口一说啊，我也不知道要多久。他说安置在哪里，要多久安置好，半个月可以了吗？把我问住了，我哪里知道？这一户楼房的部分全部被冲走了。就是之前对面呢不是这个河道的，是一个农田，然后呢那个山的面积还要往外突出10多米的位置，现在已经被削走了10多米的一个宽度啊。我们吃了，就现在多的，你要吗？好的，要你拿一份。这位帅哥问我吃饭没有，我说没有，他过来拿一份盒饭，感谢。吃饭了没有？剩下也给他们这村民，不会放在这里浪费，拿去给他。这个我们多呢，哭了。这些都是经历过生死的人啊，所以情绪很容易崩溃。我的包里只有一点坚果，刚才吃了几个坚果，还是很饿，感觉有点低血糖。所以刚才那个消防员说你要吃饭吗的时候，哇，我真的感觉太谢谢他了。有4名这个消防员在下面，好像是随时待命的感觉。这个是柠檬鸭啊，这个柠檬鸭挺好吃的，下饭。地基以上房屋的部分没了，一种来了一群人，好像是领导。我目前所在的位置是六兰旧村，这里距离六兰水库坝体最近，也是洪水最新冲击的地方。放眼望去，不少房屋已经被洪水冲毁，有的只剩下一片废墟。受灾最严重的村民目前已被集中安置到谢虹桥旁的水库宿舍楼，暂时有了遮风避雨的地方。而眼前这些忙碌的妇女，则是来自不远处的六兰新村。幸运的是，六兰新村背靠山体，
决口洪水被山体阻挡，村里的房屋幸免于难，没有遭到洪水的直接冲毁。然而他们却没有了回家的路，洪水冲垮了连接外界的桥梁，也冲毁了进村的道路。如今的六兰新村与外界的陆路交通完全中断，仿佛成了一座孤岛。消防救援人员和无人机不断地向村里运送生活物资，而村民进出也暂时只能依靠冲锋舟和小船往返。一楼、二楼、三楼那里养了几只鸡，还是活蹦乱跳的。现在中完了，不见了吗？脚都断完了嘞！啊？就已经是建好的房子，有人住的。几层楼啊？这里原本？一般都是3层吧，一般都是3层的。等于说这个3层楼房都被吹走了。都装修好了，3层4层都有。我的天啊！全部装修完了。住进去了没有？住了，早就住了人了呀，人家都是住人的，一般都是住人，3、4层都有。太夸张了。我们跟这些都是人数的，一路过去都是房料，以前小学在那里。3层楼或4层楼全部没了，现在以为平地了，难以想象那个像海啸般的洪水有多可怕。3层4层。这个无人机还在反反复复的运送物资啊，就是一天都没停过。因为对面的六兰新村成了一个孤岛了，因为水淹了以后。镇龙里面滑坡也很严重，那个镇龙里面有人进去了。镇龙啊，好像听说路打通了。对，镇龙就是从那个坡上去。对对，那个水坝上去嘛。那边也好严重。今早我们还碰到冲走滑坡了。滑坡啊。那是滑坡。芬兰村那里滑坡了，听说烂了挺多房子的，还好是白天哦，是晚上就惨了。你就怕晚上睡觉那种。还好是说这边也是白天，要是晚上也很要紧。对，因为晚上你睡觉你睡着了，晚上就是安乐死了。是这样子的话，这里都变成炼狱了。那沙原来是到这边来的，是吗？大是没那么高，很快呀。那是威力大了。之前这里种什么呀？茉莉花吗？茉莉花，我们这里现在基本上都是茉莉花了，没有什么经济了。连夜都在开会。就每年都要泄洪都有。不光每次有暴雨大雨。出太阳了，难得的太阳啊！从2026年7月4号、5号、6号3天连续暴雨，大坝就是在6号早上8点多、9点左右是这个崩塌的。六兰水库，看大坝倒下了，大坝崩落来，大坝崩落来标。关于六兰水库的坝体为什么决令，网上呢已经讨论了很多。一种说法是因为泄洪晚了，导致大坝漫顶决口，不少的村民就持有这样一种观点。我看有媒体也报道说，水库下游天然水道的过水能力十分有限，即使强行开闸、快速放水，洪水呢也会径直冲入下游河道，不用等到坝体出问题，沿河村庄跟农田呢就可能提前被洪水淹没。
还有第二种说法是根据原始设计跟后来陆续的加固改造，六兰水库可控的安全泄洪上限只有每秒50立方米。可是这次台风带来的降水量纷纷破纪录，暴雨形成的入库洪峰达到每秒600多立方米，水量相差10几倍。就算提前泄洪，大雨依然会灌满水库，导致漫顶，进而导致坝体缺口。反正关于这次六兰水库的坝体缺口，有人认为是天灾，也有人认为人祸多过天灾。我说一下我自己的经历，我所在的小乡镇距离衡州大约100公里，就在昨天早上一觉醒来，我家1楼进水了，这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看见。附近的乡村呢，不少的房屋呢也进水，有的田野和道路呢都被淹了。我所到之处，人们都在谈论谁家被淹了，就连上了年纪的老人也说从没见过这样的大水。后来才听说是因为附近的一个水库泄洪引起的。很像是地震后的这个场景，残垣断壁的景象。你看这3楼啊，我感觉现在装修不久的，那个瓷砖还是挺新的。你看3楼上的这个衣架还有衣服啊，都安然无恙啊。这石头啊，巨石，我感觉这里可能之前还有这个一楼房的，只是地基都没了。这一片都是这些大石头，大坝缺口。这个堤坝看新闻说是有42米那么高，可想而知，这个当时决堤的时候，数10米的这个水库的水，像洪水巨兽一样喷涌而下的时候，那种摧枯拉朽的那种恐怖的力量。钢筋，一根一根的裸露的钢筋，缝纫机。有一些村民呢还在打扫清淤泥啊，在家里；有一些呢，这个房子已经看不到人了，应该是安置到别的地方了。看这个楼房的瓷砖还是很新的。感觉像是刚从砖窑搬出来不久，刚建起来的，然后就塌下来了。建好的楼房也就不到半年的时间吧。多少人，一家人可能存了一辈子的钱啊，刚好起一座楼房，1层、2层、3层，一下子一夜之间没了。这两边是已经无家可归的村民，远处呢是志愿者在拍合照。不知道哦，能用就用，不能用就丢了。这所好像是小学，可能是看一下这所小学吧。小学的榕树啊，安好无损哎，这个榕树好强壮呀。哎呦，这个是独田村，这一片也是有楼房的，现在都冲没了。上这个小学看一下，小学的这个校墙都冲没了。校训爱国、文明、勤奋、创新。哎，这个小朋友们放假回来发现学校没了。人固有一时，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风扇，这个窗户全部打烂了。这是学校的这个早餐室吧，厨房、校门。
那个地方都是有楼房的，这些都是有钢筋混凝土的地方，有残余的地方啊，都是有房子的。你想了多少个楼房，什么都留不下来，连地基都没了。像我这边还好歹留高一点的位置的话，好歹留个地基下来。这个河里面怎么会有那么多钢筋混凝土？钢筋裸露着，然后张牙舞爪的感觉。靠后的地势稍微高一点的这个居民家好像影响不大。第二块牌子了，看到啊，严禁在饮用水源保护区种植速生桉树。这就是六兰水库啊，好像是南宁第2大水库啊。我们看上面呢，就是这个镇龙河啊，从上面流下来，流到这里六兰水库。当时呢就在这里截掉，建了一个水库，1958年吧。就从这个地方决裂的，这口子就从这里崩塌的。现在还在这里帮忙的一些村民呢，是家里受灾没那么严重的。那么受灾比较严重的，比如说家都没了的一些村民，说心情不好，然后就把他们安排在那个水库大楼里面了，是一个泄洪道的一个堤坝的。现在只能借到这个。工作人员的一些午餐啊，这些河粉，过一下开水就吃了。有一个村民告诉我，他家虽然没受灾，也就是他家在那个六兰新村那边，然后呢，他说虽然没有受灾，也是很难过的，因为都是兄弟姐妹，看到他们过得不好，我自己也是会流眼泪的。他这样说。大冬瓜、南瓜、胡萝卜，送到水库上面。是啊。哦，就是受毁的这些灾民啊，就住在那里哈。是啊。还不容易，全部上面大概有45都全部搞完了，全部搭完了，房子全部搭完了。哦，就给45户村民住的。是啊。嗯。哇塞，我的天啊！货车的那个后车厢掀翻，然后跨到这里了。一个贵 A 公益救援车。我是跟他们去徒步的，我都掉队了。啊，所以说你本来是送外卖的，今天也过来公益救援。后来我又去那边小学报备了，我跟又掉队了。看见有难就过来帮忙一下。这个水道都变得很清了，靠岸一点的还保留一点，外面的就全塌下来了。就还剩这一点点的茉莉花。无人机要降落了。这里堆满了物资啊，方便面啊、胡萝卜呀、这些蔬菜啊、稻米啊、八宝粥啊，接近7、8台无人机，一辆车上停靠着一台。到这里好臭啊！我听说这些物资呢，就是说受灾不那么严重的拿一点。然后如果最后剩下了，就都留给那些受灾比较严重的，比如说家都没有了的那些灾民。这田野里面横七竖八的散乱一些填满泥土的摩托车、电车。这个沥青路的盐城，这就是茉莉花。电车推到里面，冰箱、自行车。上集影片发布后，我看到一位观众留言说，他并不喜欢“衡州加油”这样的口号，因为一句加油并不能换回灾民失去的房屋，也不能抹去这场灾难留下的伤痛。一句加油或许无法挽回失去的一切，但每一次伸出的援手，每一份善意，每一天坚持的重建，都能帮助这个地方一点一点重新站起来。愿不只是衡州，还有广西其他同样受洪水侵扰的一些地方，
早日恢复往日的模样，也愿每一个家庭都能重新迎来平静而安稳的生活。3、2、1，走，快点，走！不客气。在杭州市接收物资的仓库，我有时候会突然觉得鼻子有点酸，眼眶热热的。这么说可能有点大，但我好像是看见了人性深处残存的善。这影片结尾似乎都应该说一些升华的、正能量的、励志的、充满希望的旁白，可是我好像说不出来，不知道怎么说。在村子里，我试着采访一些村民，可是我看着他们失去遮风避雨的家，瘫坐在倒下的房墙上。更多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开口，我不懂安慰，我更怕触碰到他们的伤口。我站在远处，尽量不去打扰，但愿时间能够慢慢治愈他们。